升天，文文一定可以照顾好自己，每天将自己喂得饱饱的。娘您一路走好，不用担心文文。这话怎么听着像我死了一样？温温，娘亲送你一程，去你爹那。不，好不容易熬到娘亲离开，我可以当不动山老大了。娘亲怎么能忍心送我下山？娘啊，文文不想离开你，不想离开我们一起生活的不动山。狗天道！阿娘，今年山上的灵果就要熟了，我还没来得及吃，你先让我把灵果摘了再送我走好不好？还有山上的花蜜蜂要下蛋了。该死的天道！老娘才下来不到5年，你就要送老娘回去？我家温温才多大？宽限儿5年是无最大的容忍。放你的狗屁！狗天道！你要是敢欺负我女儿，老娘派人把你劈了！娘亲为啥要电我？痒痒的，我动不了。宿主你好，编号666的自我救赎系统兼程为你服务，请问是否愿意绑定系统？宿主不说话，默认同意。叮咚，绑定成功。宿主你怎么和空气擦出火星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掉下去了。你不是玄之息，你是谁？我是月温温，今年3岁啦。我绑错宿主了。宿主你就这样掉下去会死的，只要你答应我拜入魏月宗，救下玄之息，我就救你。救之息姐姐，不知姐姐。我又不傻，阿娘说不能随便答应陌生人的请求。但是知悉姐姐，娘亲和我讲过，我可以去找姐姐。现在666系统开始为宿主保驾护航。你说什么？我们要死了，呜呜，还不允许我哭一下吗？你好吵啊！哦吼，我能动了！这不科学，宿主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？因为我牛逼！我超厉害！我去哪儿找爹爹？你个天杀的小丫头，害死我家老母猪！好看，真不愧是我爹爹。爹爹，我竟然在他身上感受到血脉之力，莫非是玄生岩的私生女？我玄尘影没有女儿。天杀的玄尘影，活该你惨兮兮！竟然敢这么对待我可爱的宿主！娘亲明明说过，爹爹们可喜欢我了。没认错。没想到你是玄尘影的女儿，我知道她在问月宗，你接下救赎任务，我带你去。这宿主真的只有3岁吗？爹爹，你哪里跑？爹爹，娘亲说你可厉害了。我堂堂化神强者被一个3岁小丫头砸进地里，全身骨头尽碎，颜面何在？爹爹，你别躺地板，地板冷还硌脚，你快上来。我也想，可是我现在动不了。宿主太强悍了，一招秒杀化冠剑修。娘亲说爹爹特别剑神，能化身为剑，一剑破天。他现在才化神，连大成都没到，怎么成神？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从未来来的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跟着娘亲住在不渡山上，娘亲不会把我送去了过去吧？娘亲修的可是时空之道。不渡山，那是归灵界距离天界最近的地方。你娘亲呢？娘亲升天了，让我来找爹爹，找到爹爹才能回家。这孩子不是玄生岩的女儿，可我也没想通自己哪来的孩子，而且他娘亲还死了。即便如此，就算是我的，我也不需要孩子。你快把你爹拉出来！你从未来过来，他现在根本不认识你，好感度要负100了，负
100代表他想杀你。不会的，温温这么可爱，这么厉害，怎么会有爹爹不要我？这自恋的劲儿肯定不像我。是否开启救赎玄尘影的任务？开启后可看到好感度，答应救助奖励3枚疗伤丹。开，爹爹一定超喜欢我。啊！你还痛不痛？你好了吗？你怎么不说话？爹爹不会被我砸傻了吧？以后要当温柔的小女孩，不能乱打人。这丹药极为珍贵，我从未服过丹药，但也能感受出来。爹爹，我今年3岁了，是个乖宝宝。3岁？3岁一招把我打趴下，而且他身上没有丝毫灵气波动，莫不是纯肉体强度？娘亲时空术法出了问题，把我送到了过去。我是从未来来的。我未来不仅结了道侣，竟然还有孩子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血脉石亮了，你看，你就是我爹爹。爹爹，你看看呗，不要蒙上眼睛。宿主别扯，刚回归零的好感度又要变负数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叶温温，爹爹可以叫我温温。爹爹，那你带我回家吧。回家？我不需要家，也不需要家人。爹爹，温温饿了，每天这个时候娘亲就给温温做好吃的。娘亲走了，就是一天都看不到她了。爹爹，温温想娘亲了。谢谢爹爹。你不要跟着我，我不带孩子。小丫头，你弄死了我家老母猪，赶紧赔钱！这人该不会是瞎子吧？多谢仙人，多谢仙人！我堂堂化神强者，被一个3岁小丫头砸进地里，全身骨头尽碎，颜面何在？我已经拒绝得如此明显，这小丫头怎么还不放手？爹爹，你快饶了我！你要哭兮兮的喊，装可怜博同情。我不哭，我是乖宝宝。你这是需要人捞的样子吗？还有手吃果子。是因为果子是我给的，所以掉了才这么伤心。别哭了，等下回去给你摘果子。奇怪，我好像并不是很反感抱着这个小屁孩。爹爹带我回家，娘亲走了，温温就没有家了。带你回温月宗可以，我可不照顾小孩。温温会自己照顾自己，我想吃爹爹给的灵果。爹爹呢？漂亮姐姐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爹爹？我爹爹是玄尘影抱我回家的，我叫岳温温，今年3岁啦。玄尘影他竟然有孩子，这死孩子有孩子不告诉我，还不请我喝喜酒。爹爹明明说过带我回家摘果子吃。温温，这是辟谷丹，吃了就不饿了。温温，你怎么不吃？我要留给爹爹吃，爹爹太弱了，要吃丹药。丹药是最不好吃的东西，娘亲把好吃的果子炼成丹药，我才不吃。温温，奶奶这里还有很多，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漂亮姐姐，你也想吃吗？这个石头虽然没有味道，但是比丹药好吃。漂亮姐姐，你要是吃不饱，还可以找我要。
3枚极品灵石相当于300万枚下品灵石，不然老了牙口不好啃不动。温温，云奶奶辟谷丹多的是，你不用啃石头。娘亲说投之以桃，报之以利，漂亮姐姐你一定要收下温温的灵石。难怪玄晨影把它放在我这儿，这小丫头的东西要是被玄家人发现，全得被骗走。就她那穷鬼能拿出极品灵石，我100个不信。云奶奶，太阳晒屁股了，爹爹为什么还没回来？我的冰祛风终年积雪，别说灵果，人片叶子都没有。自从能修炼后，我第一次为没有灵果感到苦恼。问月宗的灵果树都有主，我堂堂化神犯不着去偷人家果子。小师妹，那有一株碧灵果，差不多好几十个。小师妹快躲，这时有筑基中期的修为。陈影尊者，您是来追杀魔修的吗？我刚才察觉那边有魔修气息。这女修有问题，我的行踪向来无人知晓。才20几枚，肯定不够吃。啊！小师妹别难过，是陈影尊者不厚道，堂堂尊者还抢小辈灵果。玄之息什么时候认识玄晨影？他名声臭了，丹田被毁，凭什么还能得到陈影剑尊青睐？云姨，温温呢？温温你没带走吗？他刚刚还坐在石头上等你来接他，自从今早醒来就要找爹爹，在石头上坐了一上午。温温在等我来接她回家。别愣着，赶紧去找孩子。温温身上宝贝多得很，那身衣服价值连城。我担心个鬼！小丫头战斗力爆表。爹爹，你是来接温温回家的吗？爹爹，我们快回家吧。你若认错，便放你出去。我没对人。怎么你还想说是明月自己撞上去的？明月为什么要污蔑你？她是变异冰灵根天才，筑基初期，2品炼丹师。倒是你每次都想陷害明月，明月却次次维护你。知悉明月是你妹妹，你如此污蔑她，对得起她吗？我不甘心，谁天生想比一个替代自己的人差一头？我的话起不到任何作用，只会浪费残存的力气。我此生最大的伤害不是别人带给我的，是之前。西西，你认错，答应阿母以后不许再陷害你妹妹，出去当众道个歉。我没错。算了，你这么倔，先好好想想自己做错了什么。我知道自己会被冻死，一个凡人被关在寒洞，不就是想要我的命吗？我不信父母不懂，只是他们不在乎。如果可以选，当初阿婆走的时候，我跟着一起走该多好。阿婆，我好想你，我要睡觉了吗？知悉姐姐真的在这里吗？宿主，你快去！再不快点，玄之息就被他阿娘冻死了。天杀的重生者！宿主，为啥阵法对你没用？啊，阵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知悉姐姐吗？瘦得像竹竿，小腿还没有我手臂大。阿娘说知悉姐姐和我并列天界双最，最主要的是娘亲说知悉姐姐做饭比她做的好吃。好冷。知悉姐姐，温温给你取暖。主人他身体太脆弱，承受不住药力，带他回去交给云素灵。你就这么背着出去，被人看到不好。你还是直接举人吧。这不是玄生岩的女儿吗？好好的丫头怎么被冻成这样？丢出去！爹爹不要将知悉姐姐丢出去，是我从冰洞里救出来的。她的阿娘好坏，把她丢进冰洞想弄死知悉姐姐。爹爹，你也怕冷吗？怕冷的话，温温帮你暖暖。温温不怕冷，我可暖和啦。当初玄琛影小时候也被母亲丢进过冰洞，还是我将她救出来的。甚至他的双目都是他爹挖的，只因双胞胎哥哥眼睛瞎了，需要他的眼睛。这孩子今年16岁，
看着像个12岁营养不良的，瘦得跟竹竿似的。如果温温没把他带出来，恐怕已经冻死了。丹田尽碎，是个凡人，怎么忍受得住剔骨严寒？姐姐不是武灵根吗？武灵根超厉害的，比那些丹灵根多了4个灵根，就只比我差那么一点点。娘亲说做人要低调。小孩子真是什么都不懂，温温这样无忧无虑也好。你哥哥还真和他爹一样，他们一家就出了你这根好笋。什么好笋？爹爹是笋成精吗？那我能不能啃一口？娘亲炒的灵笋可香了。谢谢爹爹，我就知道爹爹会给温丹好吃的。原来爹爹去摘灵果，爹该把树拔了。温温也喜欢。不，我和你不一样，我不喜欢摘灵果。嘿，24个，爹爹给你，我们2个分。他对灵果看得有多重，我是知道的。半个掉进坑里沾泥的灵果都能捡回来塞嘴里，可如今……爹爹，你是不是嫌弃少了？爹爹，你是大人，肯定要多吃一点。那温温吃1个就好了。我不吃。碧灵果入口甘甜，淡淡果香充斥口腔，似乎能抚心口的伤疤。爹爹，灵果是不是特别好吃？不好吃，我不吃。爹爹不喜欢温吃啦。爹爹，你还想要吗？你一口我一口也可以的。温温把果果屁股给你吃哦。不一定，是我幻听了。等等，刚刚那枚果子呢？果核呢？吃啦。吐出来。5岁那年，父亲拿回一袋灵果，我看到哥哥吃，也拿了一个。那是给你哥哥吃的，你没有灵根，吃什么吃？浪费！坚硬的果核磨烂了我的胃，从此体弱，直到捡到一本武技，练武后身体才慢慢好起来。爹爹，你想吃的话，温温1个都不吃了，全给你吃。陈颖，你提着温温干嘛？看把孩子吓的。爹爹，你不能丢下温温，你不是来接温温回家的吗？刚刚是怎么回事？说清楚。云奶奶，爹爹问问果核呢，我说吃了啊，然后爹爹就把温温提了起来，还凶温温。果核是你一个3岁孩子能吞的吗？不对，温温今早拿零食啃都没事，不能用正常孩子的标准。陈颖，今早温温拿极品零食啃，嘎嘣脆，我检查了他身体，一点事都没有。爹爹，你要带我回家吗？18岁那年，一家人遇到妖兽局，父母都选择保护哥哥，抛弃了我。他们知道我只是凡人，哥哥已是炼气9层，我侥幸活了下来，在黑暗中期待爹娘能回头找我，带我回家。可是没有，我自己找回去后，他们的第一反应，我竟然没死，竟然还活着。后来我才知，他们为了逃命，在我身上下了引兽粉。云奶奶，温温明天再来看你和知悉姐姐。好，奶奶帮你把碧灵果树种在山上，以后温温每隔3年就有碧灵果吃。3年好久哦，那还不如让啃树了。爹爹，我们的家好好看哦，温温超级喜欢。从未有人觉得我的风好看。终年固寒之地，冰绿峰的边缘，甚至是犯错修士的关押之地。爹爹，知悉姐姐家的冰豆没有你这里一半好看。爹爹，你笑了吗？这冰立峰终年严寒，只有我一人居住，住在山腰石洞里。你要受不了，可以下山去找云逸。受得了，受得了，温温可喜欢这里了。小奶团要是一锤子把元婴长老打死，难道这里的人都和爹爹一样弱吗？这是本尊的床，不要乱碰。爹爹，那温温和你一起睡哦。等下，本尊给你弄一张，你先出去玩。谢谢爹爹。
系统哥哥，我的食谱呢？在系统空间完成任务的奖励都在里面。系统哥哥，原来你也有空间，我也有。你有空间能给我看看吗？娘亲说不能随便给别人看。温温，我和你绑定后，我的空间就是你的空间。真的吗？系统哥哥你好可爱。你是？系统哥哥怎么啦？我是编号666的自我救赎系统，任务是帮需要救赎的人指路。现在你意外成了我的宿主，就像我爹爹吗？是的，你知悉姐姐也是。会不会有坏人？你觉得那人是好人，那就是好人；你觉得那人是坏人，就是坏人。用你的心去评判。知悉姐姐好可怜，我要去揍知悉姐姐的娘亲，她很坏。如果你为她扫清一切，她无法成长。能动手的咱们动手，但要慢慢来。那你可以为系统哥哥取个名字吗？宿主可以为我取名。那你和我姓，就叫月斋天。这哪是宿主，这是我的大腿，我简直是幸运锦鲤。为什么是白的？温温，你滴血认主。好棒，还会现场教学。主人，你没有油。我知道，可是我饿了，先炒个血，没有油没事的。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熟了，温温，等下有好吃的啦。这可是我第一次做菜，等下给爹爹尝尝。谁呀？宿主，巨响好像是从冰立峰传来的。不可能吧？陈颖尊者是化神，不是大臣，怎么会有这种动静？我终于知道主人为什么第一次见面时会从万米高空往下摔了。斋天哥哥为什么没有一点味道不好吃怎么办？爹爹那么挑食。主人，你先下去别飞了行不？哇，我能看到问月宗全貌，好大，比不渡山还要大。好多好多灵果树。主人，你能不能自己下去？好像不能，我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力量。我的锅呢？我的锅为什么没跟我上来？难道他们想抢我吃的？不可以，我还没吃饱。在主人心里，什么都比不上一口吃的。谁这么缺德跑来炸我家？你们在本尊的地盘干什么？本尊再问一遍，我女儿呢？一个3岁穿红衣的小丫头。玄陈颖什么时候有女儿了？陈颖剑尊，您先把剑放下，我们没有在冰立峰看到3岁小丫头。那你们来我冰立峰干什么？玄陈颖，我看你是无法无天，这里是问月宗，你在干什么？剑指同门！玄陈颖，本尊可是你爹，还不放下剑？因为这句话，我从小把属于自己的东西让给玄生岩，我捡的石头，我救的崽崽，甚至我的双眼，而不配。化神初期一剑破化神中期全部防御，天生剑骨以武入道，他的原因不是他自己，是一把剑。我玄尘也没有爹，你不配。再说，我杀了你。陈颖尊者真的好帅。听说过杀夫正道的，杀爹正道我还是第一次听。陈颖尊者有自己的道，分明是玄真长老非要往上凑。陈颖啊，莫要伤了和气。你是刚从外面回来，那就奇了怪了。方才你这冰立峰一声巨响，整个问月宗都抖了3抖。我们来看看怎么回事。一来你这山峰就被拦腰炸断了。啊！你们这些眼瞎的，这不是普通的锅，这是顶级绝品防御灵器，谁炼的？我要拜他为师。爹爹，你
是玄尘影说的女儿，冰立风该不会是他炸的吧？爹爹，还拿我的锅，那是我的锅！你这小丫头力气怎么这么大，害老夫差点栽跟头。主人不能打人，装可怜。我的吃的呢？没了，一滴都没了！是不是你们把温温的晚餐吃了？我和爹爹的晚餐呢？你这3岁小孩怎么如此不讲道理？我要是会讲道理，我还是3岁小孩吗？谁几百岁的人和一个3岁小屁孩讲道理？丫头，能和爷爷说说冰志峰发生什么了吗？不过是温温不小心炸了一枚天雷子，众人请回吧。不行，爹爹不能放他们走，他们要陪温温吃的。宝，你那锅里煮的是鸡血水，烧干了能有啥？还炸了你爹的冰裂风，折寿哦！还好，对，每个人都不能落下。谢谢漂亮姐姐，小丫头嘴真甜。因为有漂亮姐姐的果果吃。漂亮姐姐笑起来真好看，比春天盛开的桃花还要美。哇，这是什么？好香好香，温温从来没吃过。你叫温温是吧？那你娘亲？娘亲升天了，温温想娘亲，我2天没看到娘亲了。玄爹爹现在这么弱，其他爹爹肯定也是，我还要去找爹爹们。我不是想哭，就是想娘亲。陈颖尊者，温温娘亲不在，你一个辟谷的剑修可以苦消，他才3岁，让他自己做饭怎么行？你要是实在养不起温温，我们就一人出点，将他送到育儿峰去。方才宗主说咒的时候，将满心满眼都是我的温温送出去。我就知道爹爹会喜欢玩温温的。主人，他就是玄尘影的爹，就是他挖了你爹爹的眼睛。挖了爹爹的眼睛，主人不能动手。他竟然在看到玄振那一刻想拿吃饭的勺子挖他眼睛。为啥他可以挖爹爹的眼睛，我就不能挖他的？温温大庭广众之下动手会连累你爹爹，你爹爹现在只是化神初期，玄振背后还有渡劫期。渡劫照打，小金锤锤死他！温温，如果你突然有一天消失了，而你爹爹还没到渡劫，那些人要杀你爹爹怎么办？那我编个麻袋，明天去蹲他，吊起来打，不能被发现。我知道，娘亲说做人要低调。让你动我爹爹怎么打人？捡起来。你想弑父？10岁，挖本尊双眼；18岁，你们一家为躲妖兽，在本尊身上弄野兽粉，杀你又当如何？陈颖尊者18岁前只是个普通凡人，真没想到玄振尊者竟然是这种人。虎毒不食子啊！他分明觉得陈颖尊者无灵根最好死了，死前榨干最后一点价值。可他放弃的儿子天赋比另一个强上好几倍。玄长老，你看你僵着也不是事儿，好好的果子怎么不小心丢地上了？莫不是玄长老年纪大了，眼神不好？温温的麻袋口那么大都丢不中，那你这化神的实力……我不得不提一句，生剑长老和他老子一样，那位玄之溪姑娘16岁，瘦得像竹竿，穿的衣服都是养妹穿过的。天杀的狗东西，心眼比针还小！系统哥哥，他要是自己送上门来，温温可高兴了，都不用跑去找他。主人，到时候找个机会出宗门，露出点破绽。好，娘亲说做人要低调，不能随便打人，但是欺负爹爹的不算人。
那是8品血蟠桃。他给的那灵果在我们峰是用来喂小妖兽的，小妖兽都不一定吃。堂堂灵法峰大长老如此穷吗？漂亮姐姐不要喂小妖兽，喂我，文文啥都吃，不嫌弃的。想到昨天见温温时，他接过周爸爸的灵果，一脸开心。以后得多给温温搞点灵果。温温想吃来我丹峰，我那儿灵植多。哇，谢谢漂亮姐姐，谢谢老爷爷给的果果，温温很喜欢。主人你真棒，有这个血蟠桃，你爹爹肯定能集化神中期。爹爹，这个果果最大最红，给你吃。一个3岁没修炼的小孩吃了会爆体而亡，只要现在没被玄尘影吃，我还有机会。不可能，他不过化神初期，怎么会领悟到那种力量？一定是错觉。系统哥哥说的对，欺负坏人又不被发现，好爽啊！爹爹，你是不是不想吃桃子果蒂？那你吃桃子屁屁，文文吃果蒂。现在先不吃。不行啊，爹爹，你现在不吃，坏老头一定会想办法拿回去。他刚刚看温温的眼神凶巴巴，就像想吃掉温温的妖兽。这是爷爷给你的见面礼，3品软剑，你也拿得动。温温才3岁，送剑不如送丹药和吃的。陈颖剑尊一看就不像会养娃的。这剑很厉害吗？还剑尊女儿，一点没见过世面，自然。爷爷骗我说是特别剑士，没想到是坏的。这不可能，一定是。得了吧，玄长老，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剑指经过你的手，小团子一接就断了。就算心再偏，另一个儿子也用不着拿坏剑，给人家女儿当见面礼吧。晦气玩意儿！我的8品血蟠桃，我给明月准备的6品灵剑，该死的臭丫落在我手里。谢谢爷爷，爷爷慢走，温温有时间去你家玩哈。这把剑带冰属性狼头本来要送给玄之息养妹的。原来如此，直系姐姐的妹妹。她是出生这前13灵根拿了玄之息的机缘变成冰灵根白眼狼。没事的，直系姐姐是银武灵体，超厉害的。哇，爹爹25大袋灵果，还有灵米糕点果蜜血蟠桃，6品令箭。爹爹原来装可怜，动动脑子，真的会有好多灵果到我怀里来。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修士喜欢打劫。爹爹，温温给你的果果你快吃，不然坏老头会来抢的。本尊不吃。爹爹你不吃，修为提升好慢，什么时候才能和温温一样厉害？带温温回家找娘亲啊！你娘亲没死？没有啊，娘亲升天了。娘亲说她只是回家，娘亲本来就是天上的仙女。温温也是天上的仙女，爹爹你要加油，变成天上的神就能带温温去找娘亲啦。升天是飞升，温温是我飞升后的女儿，她从未来来。爹爹，那温温给你煮紫精灵米吃。这团火和温温之前用的不一样。爹爹，等下我们就有好吃的啦！你真的只是在用铁锅炖血？爹爹，尊嘟。温温应该不至于骗我，莫非真是那群人炸了我的疯？你在这里好好待着，不要走动。爹爹熟了，吃完晚餐再走吧。岳文文，你刚刚还说不是你今天下山睡。这不是我。温温也不知道为什么会爆炸，温温就是肚子饿想做饭给我们吃，不要赶我下山。我不挑的，我就睡这里就好。岳文文，起来。岳文文，岳文文怪异的很，出了事我都可能不知道。不想他是个大杀器，要是被发现，恐怕会引起一阵血雨腥风。我不需要灵果，照样能很快晋级化神中期。
剑灵，显来！爹爹你好厉害！文文爹爹超牛逼，超厉害！总有一天我爹爹能一剑破天，飞升天界。这怎么可能？能领悟到那一层，必定具备大成之资。不，没错。当初他要是和妍儿一样有双灵根，是他一人就不会放弃他，他不值得吗？本尊要闭关。前世这个时候玄尘影不过还是……到底哪里出了问题？爹爹你好棒，和我一样超厉害！爹爹，昨天我炸了一座山峰，今天你劈了一座山峰，我们真不愧是父女。一次突破2个境界直达化神后期，还没来得及高兴就被这小奶团浇灭了。爹爹，给你吃果果屁股。你吃。那文文给你煮紫精灵米吃。好。爹爹，饭熟了，可以吃饭饭啦。这香气肯定是熟了，刚刚的爆炸一定不是文文的问题。原来护宗大阵对岳文婉如同虚设，他出宗不需要走门。今晚又要搬家了，以后再也不敢让岳文文做饭，那不是做饭是灭家。陈颖，尊者，怎么没见文文？又发生什么了？爹爹好吃。陈颖，文文她一掌能拍死你，别惹她。你逗我？文文她才多大？玄陈颖从不说假话，更不屑拿这种事开玩笑。陈颖，文文的事少一个人知道多份安全。我们问月宗自上一个大成陨落后，已经很久没有大成归灵界。本尊知道。那文文母亲是？不知。啥？你不知道文文哪儿来的？莫要诓本宗主！文文自己找来的。女儿3岁，你连她母亲是谁都不知道，你简直……闭嘴！你这冰赤峰还有几个山头够炸的？宗主，你不是一直号称要当一辈子单身狗，为宗门发光发热吗？原来是青帽啊！本宗主这是为了宗门内部和谐。玄叔。本尊没空招待你们，没事便离开冰赤峰。不能让他再住了，冰立峰已经没有多余的山头了。9条金色丹纹，9品极品丹药。文文，我一个废人，给我这么贵重的丹药太浪费了。文文，知悉姐姐，你很快就能修炼。文文希望知悉姐姐一袭紫衣，手握轻笔绘万物，身骑神兽，通5系术法。我还想知悉姐姐做好多好吃的给文文。以后一定给文文做很多好吃的，做一辈子。哦耶！知悉姐姐，以后文文就是你妹妹了。妹妹希望姐姐永远不要哭，变成最厉害的人。原来真正的家是这样的，希望你能成为厉害的人。希望你永远不伤心。知悉姐姐，温带带你去揍欺负你的人。文文，我就是太感动了，不要去。文文，主人下手轻点，他没你爹爹坚实，别巧死了。宿主，你不要用天机丝，这东西太稀缺，容易查出来。让你挖我爹爹的眼睛，让你欺负知悉姐姐，大坏蛋，我揍死你！文文，我们先想办法离开这儿。知悉姐姐不用怕，有文文在。要是被发现，才不会！
我超级厉害，渡劫都打不过我，大坏蛋才化神。是温德带我来这里的吗？当然是我，我可厉害了。爷爷是化神强者，说一不二的大长老，在温温手里像小鸡仔一样被套麻袋打。知悉姐姐，你为什么要放大坏人？温温，你有笔墨吗？最好是永远不能消除的那种。没有笔墨，我有石头。万年墨石时写出来的字，万年不朽。万年不朽，那就万年不消吧。知悉姐姐画的好看。知悉姐姐，这里有一条3阶灵脉，泉水蕴含灵气，你在这里炼化丹药恢复丹田最好。温温帮你看住大坏蛋，他醒来我就用小锤敲他。谢谢温温。炼气7层，一下提升了3层。16年看尽冷暖，这一次我绝不放弃。灵气，我又能用灵气了。4年前被玄明月推下水，没人来救我。如果不是我会游泳，恐怕等不到温温来救我。知悉姐姐你好棒！一口气从炼气4层到7层，很快就会超过玄明月。我的知悉姐姐一定会成为人群中最耀眼的星星。这世界没有哪颗星星能及得上温温妹妹的眼睛，明亮璀璨。温温，你就是我生命中那颗最亮的星星。温温很开心能当知悉姐姐的星星。温温，我们回家吧。温温，你要带她去哪儿？知悉姐姐，你知道问月宗大门口在哪儿吗？我要把它挂在大门口。很远的，怕路上遇到其他人。哪个方向？温温要去。温温以前到底在哪里生活？我总觉得她经常套麻袋挂东西。知悉姐姐不用担心，我以前在不渡山上经常把妖兽塞进大网，吊在树上，然后摘它们的灵果，坐在树干上一边聊天一边吃。我想求一下不渡山兽王们的心理阴影面积。即将此时，岳温温还未归家，莫不是冰吕风待不住，狂骗我？知悉姐姐，你穿这个就不会冷。温温，太贵重了，我现在有修为，可以自行下山。知悉姐姐不用担心不合身，温温的衣服都可以变大变小，套上去就自动合身。系统哥哥说知悉姐姐穿的是玄明月穿剩的，玄老头真穷，以后我来养知悉姐姐。姐姐好看，以后温温希望天天看到美美的姐姐。衣服温温没穿过的，娘亲给我准备了一辈子都穿不完的衣服，送给姐姐。以后姐姐要做好吃的喂温温哦。知悉姐姐今天太晚，你和温温一起睡。姐姐，我回来了，温温回家了。我今天下午又干了一件大事。爹爹，我做了大坏蛋，捆在麻袋里吊在大门口，明个早上去看吗？选阵。炼气7层。是的，陈颖剑尊。爹爹，是我干的，我帮知依姐姐恢复了丹田，还她去吸大坏蛋的灵脉。爹爹，大坏蛋倒霉，你是不是特别开心？不可调皮，不可被发现。他笑了，原来陈颖剑尊也会笑。爹爹，知儿姐姐是银武灵体，可厉害了。等到筑基，灵根和灵体就会显示出来，超厉害。引灵根比变异单灵根还稀少，5系灵体一种灵体便是天才，5系灵体同阶无敌。将手放在上面。这个数值无疑等于没有灵根，难怪玄生岩会放弃他。可他不知道，给他弃如敝履的孩子，竟是天才中的天才。玄之息，你可愿意拜本尊为师？若是修剑，本尊会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。但作为本尊弟子，不可轻言放弃，不可恃强欺弱，要一心向道。剑修就该有剑修的道心。这一刻，他仿佛成了我心中那道指引的光。修剑吗？不管多难，我一定可以。玄之息，愿拜陈颖剑尊为师，一心修剑，成为像剑尊一样的强者，永不言弃，护自己，护爱自己之人，护所爱之人，护苍生，斩天下邪祟。明日我会告知宗主，10日后举行收徒大典，昭告天下。谢师父，弟子定不负师分所期，坚定道心，矢志不移。以后知悉姐姐就是我冰立风的人，温温罩着你。此书最适合武灵根，心法与剑法皆有，可修至大成。太阳未升前1个时辰挥剑1000下，太阳升起时吐纳灵气，每日挥剑不少于1万下。是，师尊。你极有修为在身，冰立风的山随意选一个山头打造洞府。知悉姐姐，今晚和我睡，明天我帮她挖洞，我超会挖洞。岳文文从出生开始学的到底是什么？爹
爹爹做的床我超级喜欢，爹爹天下第一好，爹爹晚安。窒息姐姐来睡觉觉。温温，为何你的衣服如此奇怪？娘亲给的，说这是睡衣。窒息姐姐，你明天去练穿这个。我有师尊了，我有家人了。温温，我一定会成为你说的那个最厉害的人。窒息姐姐，等下我去找大徒弟帮我练剑。不用温温操心，以后姐姐自己赚钱买。天赋心性极佳，若不陨落，未来必成大器。爹爹，温温起床啦！今天的灵果特别甜。那日得到的灵果，恐怕不够温温吃多久。孺子可教也。你们说小主人是不是改姓了？要不我们努力发个芽？不可能，直接把我根挖出来被他发现。还好我根扎的深，留了一截。对，我们不能长，那些果核都是低阶灵果，让他们长去。主人空间里的灵树、仙树全被他啃了，果子啃，身子也啃，以至于一株株连芽都不发。真不愧是我女儿的杰作。玄长老大早上的怎把自己挂在大门上，还画了符？可在先祖自己中有所参悟。个鬼！这事是师尊干的，我以后一定不能得罪师尊。玄长老，你打算在上面吊到多久？这影响我们宗门形象。楚风主可是元婴巅峰的剑修啊！这东西恐怕只有玄尘影能斩断。晦气玩意儿！玄长老挂得很好，下次别挂宗门口，你挂灵法峰，本公主不多说半个字儿，都散了，散了。宗主，我欲收玄之息为关门弟子，10日后举办收徒大典，劳烦你准备一下。玄之息灵法峰那个废物，陈影剑尊疯了！不可能吧？他丹田破碎，根本不能修炼啊！莫非是我催烧图催得他心烦，干脆收个废人挂鱼头？这不是把那孩子推向风口浪尖吗？玄之息什么时候恢复丹田的修为？还到了炼气7层。陈颖，你真要收玄之息？他武灵根上限恐怕不高，要不换一个？眼瞎！本尊定会为宗门培养一个绝世天骄。既然你这么说，10日后收徒大典定会为你准备好。看不就看不出来吧？陈颖从来不说没把握的话。陈颖剑尊收玄之息为徒，怎么可能？他明明已经是废人，前世他筑基后展露天赋，玄陈颖都没收他。凭什么？他明明已经是废人，我早该将他弄死。我早说了让你弄死他，将他灵魂给我，我吞了能恢复实力，非要让他眼睁睁看着你夺走。你必须帮我，我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那就去弄2个修士的魂魄，越高级越好。这里是问月宗，我上哪弄高阶修士的元婴？你父母不就是一个金丹一个元婴？吞了他们，我能让你修为提升到筑基巅峰。不行，只能弄低阶修士。再不济你哥哥也行，精细丹灵根。3年前我吞了他一丝魂魄，他信任你，约出宗门就能下手。怎么，你不想灵根根值提升，修炼速度更快？我再想想。知悉怎么突然被陈颖收为徒？这消息你们怎么不告知本尊？5天前，知悉将明月推入妖兽口中，我将其关在小冰洞。2天前突然消失，今日才知他和陈颖尊者搭上关系。他明知知悉是我女儿，还收他为徒，说不定是想缓和我们的关系，倒不如收明月为徒。明月才是变异冰灵根的天才。可还记得知悉灵根根值为几何？有2人是真不知道，还有1人心知肚了，但不会说。主人玄生岩回宗了。爹爹，温温听说还有一个伯伯，我不认识他，爹爹带温温去认一下。不需要。为什么就不想看看这五彩斑斓的世界吗？不想看内了灰色挺好看。那爹爹就不想看看温温吗？温温长得特别可爱，特别好看。看得到。你看不到，爹
爹爹都不知道今天温温穿的什么颜色。等待温温回家，娘亲发现你没了眼睛该多难过。你要是不去，要是温温这个自己去。回来，不准去，爹爹的事自会处理，不是现在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等。那我帮你打探他的行踪。那双眼睛的光和他娘亲一模一样。陈颖剑尊若真想拿回眼睛，30年前化神时没有眼睛，他也无大碍。陈颖，我来接知悉回家。冰立风太冷，西西没有修为，怕受不了。你们的女儿玄之息早就在2日前被冻死在寒洞。从今往后，我只是冰律风陈颖剑尊的嫡子，温温的姐姐，和灵法风再无瓜葛。知悉，你怎么和爹娘说话的？陈颖，我们毕竟是知悉亲生父母。原来你还知道知悉是你亲女儿，那你现在将养女逐出家门，给玄之息腾位置，本尊今日便同意你带走。陈颖剑尊，小女遇害妹妹致死，她还是灵法风的人，应当处罚。你说的对，遇害其于死地，确实该罚。本尊的眼睛耳用了300余年，该还了。宗主就在这里，他竟然还敢动手，他根本不怕，无所畏惧。沈真人该不会想说，玄之息把玄明月推入妖兽口中，就他瘦得像竹竿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还能推动筑基初期的修士。玄明月不是15岁入了天骄榜，这天骄实属过足菜。传下去，灵法风筑基修士连个凡人都打不过，你这灵法风当真1年不如1年。下次招弟子，优秀的应该入我丹峰。还是说尔觉得杀人要偿命？那本尊是不是应该要玄震和玄生延长命？莫非沈真人作为封主之妻，尚且不知玄家不仅拿了陈颖1双眼睛，还欠陈颖1条命？宗主就在这里。往后宗主我冰立风、灵法风玄家人和狗不得入内。爹爹不能欺负狗狗，狗狗是非常可爱的妖兽。以前我在山上找不到回家的路，狗狗会带我回家。爹爹，等下我在门口立个牌子。好。灵法风玄家人不准进。哦，温温娘亲叫月石书，超厉害，是个大美人。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你娘亲叫什么？月石虚？不会吧？月宗创始人月石虚，修时空之道，1万年前飞升。伯伯，我娘亲叫月石书，她回家了。她说温温要找到爹爹，等爹爹能回家，温温才能回家。温温，你以后可不要喊我爷爷，你特么是我小祖宗。令州此话当真？当真。先祖令牌我亲眼所见。自老祖飞收后，我问月宗再无人飞升。我乃润兽麒麟，谁敢欺负我？得了吧，水底待了万年的死蛋，3年前才破壳。你要是被发现，西域魔修抓了你去炼丹，我们追都追不回。反正我这次得出去，我感觉我等到了天命大道。过来，吞下此丹，本座允你出秘境。这该不是什么迷药吧？本座何曾骗过你？女人，等我能打过你，要把你摁在脚底摩擦。行了，现在随便你去哪儿，宗门内即可。等你化神便可恢复原样。剑山，你带弟子们去干嘛？宗主，我小师尊等着帮他打造宅子。温温要建宅子，怎能让气风一人出资？宗主是个抠门鬼，给各封拨款死抠门，多1枚灵石都不给。今天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剑山师弟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我岳令州是小气的人吗？你难道不是吗？我宗主峰打算出资给温文打造一座洞天福地，你们气风出力就行。我回去喊帮手。洞天福地，然后脑子被驴踢了。难道宗主发现了小师尊的超高天赋？操！这力量大成也不过如此吧？
主您哪里拜的师尊？弟子也想去拜一个。我哪知道小师尊这么牛逼！别打了，小师尊，有话好好说。窒息，你快去喊你师尊，还愣着干嘛？陈颖剑尊，你这女儿哪里找的？我也想去找一个。温温自己找来的，你没这个福气。爹爹，我是从哪来的呀？原来温温这么可爱，白白胖胖，红绸金鳞，甚是喜庆。那双眼睛看人时总是亮晶晶的，像藏了无数星星。温温住手！你的眼睛真好看，清冷的丹木眼那个外壳，因为天生一点红晕。不过是300年前，这真是个误会。本尊受重伤，被玄阵所救，许他一个承诺，哪有包庇之意？问月宗容不得任何人作威作法，此乃老祖宗月师兄留下的祖训。问月宗什么时候建立的？已有1万年。娘亲把我送到了多少年前？爹爹现在才化神，等他飞升还要好久好久。陈颖的天赋当真是高，说不定再过些时日便能赶上本座。当初你若不是渐修，恐怕早就成了本座弟子。我是你小祖宗，他是我爹爹，他是我爹爹。大意了，一个小了我好几岁的小辈的爹，成了我老祖宗。这女儿太贴心了，舍不得爹爹吃一点亏。我们是来帮温温修房子的。我想在冰立峰修一个大大的宅子，要有炼器室、炼丹室、书房、服饰，还要能种菜的院子，最关键超大厨房。炼器室不能和宅子一块儿，要隔一段距离。为什么？小师尊，你炼气炸炼器室，厨房也必须分开。温温煮饭炸山，你有可以吧？爹爹，那是意外。冰立峰的山头都是温温煮饭炸的，难怪那天他拿着锅盖从天上掉下来。令州不是说给温温打造小洞天吗？正好本座身上有地涌金莲，本座有一枚火灵珠。温温自己有好多石头。小祖宗别再往外掏了，灵珠跑了，我们没那么多人抓。敢逃，拍死！岳温温。爹爹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没想到小灵珠这么不坚实。主人，你拍碎的是带着一丝神性的灵珠，再成长个1万年，很有可能蜕变成神珠的。1万年还是有可能，那就是不一定。我拍了就是拍了。和小祖宗那一串对比，我这一枚实在不够看。正好冰立峰一半火山也不坏，将周围那一圈也画给你。地形是不规则的圆，步行阵法它有5处地宫。陈颖，你看如？不过灵材我家温温会补。陈颖放心，灵材宗门全出之。我有，温温有很多很多。3阶以上灵脉才能形成灵脉之灵，这东西速度快，会抓都抓不。他手里有5条。我想让他不出钱，他偏偏最能出钱。温温先收起来，不然灵脉跑了。小洞天要修多久？3个月，发动4风之人一定修好。3个月好久，等修好后，温温给你们零食。温温零食留着自己用，以后喊我名字就。当小祖宗这么好玩吗？一堆听话的乖孙孙。温温3岁就会写字，种果核雕石碑。你娘亲是祖师爷，你就是第2代。既然你们是娘亲的徒子徒孙，那也是温温的徒子徒孙。以后温温罩着你们。好，好，好！以小祖宗的战斗力，必定带领温月宗重现辉煌。下次不会是万年老三。宗主，温温的情况恐怕不能参加大比。小师尊煮饭、炸锅、炼气、炸炼气室、炼丹，恐怕也会。我什么都不会，只会暴力。娘亲还不准我打人。温温才3岁，不会不是很正常吗？就是，娘亲不仅不教我，还不许我偷看她炼丹煮饭。他娘亲是对的，温温的战斗力和控制力，这要是教出来，归灵界会不会被他炸掉？爹爹使剑超帅，以后温温也给自己搞一把剑。知悉姐姐，以后你住一间，温温住一间，我们还要搞床，到时候你给温温做好吃的。好，一辈子做给温温吃。大徒弟，院子要像云奶奶家那样大大的，还要有菜地。小师祖放心，包你满意。看着宗主对温温的劲头，玄尘影是接盘侠。玄尘影，他居然敢！那蓝衣少年说的对，知悉那身板怎么推得动筑基初期的人？可明月刚才本能就躲过了夹带灵力的碎片。不对，明月是丹灵根天才，没必要针对知悉。一定是他太信任知悉，才被暗算，差点死在妖兽口中。可如果真是这样，为什么我心里还是不安？爹，您一定要为儿子讨回公道。知悉还在他的冰至峰，陈颖不放人。帮生颜取眼睛，可是遇到什么事了？路上听说，宗主号召各峰给陈颖剑尊的女儿岳温温打造洞天福地。什么？
陈颖收知悉为徒是为了拿眼睛，那月岭州给岳温温打造洞天福地又是为了什么？此儿莫不是谣言？打造洞天福地需要大量人力物力、5行灵宝、5条不同属性的灵脉，哪怕是宗主都没有单独的洞天福地，月令州那个抠门鬼抽风了不成？是啊，娘亲人造洞天所耗费的资源都能培养一个渡劫了，怎么陈颖剑尊什么时候有女儿的？这不可能！娘，陈颖剑尊的女儿为什么姓岳？她莫不是……要真不是玄陈颖的种，他会咽下这口气？那小孩护玄陈颖可是护得紧。岳温温，她到底是什么来头？难道有人和我一样，带着记忆回到了小时候？明日我便去冰立峰看看。红烧肉好香，是钩子。红烧肉好香，是钩子。啊！温温跟着我不是啃石头就是啃果子，知悉来了后才吃上正常的灵雨饭。可冰露峰除了雪什么都没有，温温只能干吃饭。他吃得香，还从头夸到尾。还好收了个会做饭的徒弟，要不然温温做饭炸锅，我做饭不好吃，温温又贪嘴，日子怕是很难过。温妮，吃饭了。好香好香，一定是知悉姐姐给温温做饭了。我已辟谷，温温吃，吃饱后不可缠着他，他每天必须修炼。爹爹放心，我会督促知悉姐姐修炼的。知悉哪里需要你督促，可别又拉着他去干别的事。这一桌子菜都是师尊昨天带回来的雪香猪做的。猪猪还可以吃。温温不急，各种妖兽都能烹饪成灵食，越高阶的灵食越美味，灵气越多。特殊灵食甚至能和丹药媲美，杂质比丹药还少。不过丹药更方便携带，金丹后便能辟谷，大多修士不注重口腹之欲。丹药不好吃，温温不吃丹药，我要吃零食，吃好多好多零食。好，以后姐姐有空便给温温做。知悉姐姐炖的骨肚汤我也没喝过，鲜甜可口，好好吃，我下次还要喝，好吃好吃。温温以前都吃过什么？娘亲果然没骗我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这么好吃的东西，简直幸福死了。我以前吃过娘亲的煮蛋、炒灵笋、炒树叶、炒灵果、炒花朵，还有炒嫩树枝，没有知悉姐姐做的好吃。要不是前面有炒鸡蛋和灵笋，我都要以为温温的娘亲把温温当猪喂。原来温温3岁前比我还惨，我3岁前至少还能吃上阿婆做的饭。知悉姐姐你怎么啦？没事，温温以前只吃过那些吗？还有啊，炒零食。炒零食？这是人吃的吗？知悉姐姐你为什么这么激动？难道你也想吃炒零食吗？知悉姐姐的厨艺比娘亲好，一定比娘亲炒的好吃。温温，除了神兽，其他种族不能直接生啃灵食。姐姐牙口不好，啃不动灵食，在人族是用来修炼或购买东西的。温温，切记不可在外人面前生啃灵食。原来知悉姐姐也不能啃零食，云奶奶也不能。温温，我吃饱了去练剑，你要是吃不完放在一边，晚上姐姐回来收拾。吃得完，吃得完。知悉姐姐放心，我1岁就会刷锅和碗，娘亲以前做饭都是我刷的。老祖宗真的忍心让这么可爱的孩子吃炒树叶、炒树枝，还让1岁的他刷锅？冰立峰狗狗能入，灵法峰玄家人不得入。江师兄，冰立峰天寒地冻，明月不过是带些薄礼来看望看看姐姐。明月妹妹，小寒冻刺骨严寒，姐姐本就身子虚弱，就剩最后一口气，怎不见妹妹来救姐姐？虽然衣服能自动清洁，可老穿那一件，娘亲给我准备那么多，岂不是派不上用场？不能打扰知心姐姐练剑，
去灵童峰找云奶奶和清墨哥哥玩吧。我作为哥哥的脸啊！高阶法袍，手艺精炼，这种价值的衣服连母亲都没有，我只在丹峰峰主身上见过。你确定那是神器？你在质疑我？那个小丫头呢？她不清楚。我总感觉月温温不简单。想必这位就是温温妹妹，我是灵法峰的玄明月，想来看看姐姐。好想扇她一巴掌。主人，我感觉这个女人有古怪，可又不知道哪里古怪。我也觉得这女人怪怪的，怪丑的。此等天赋为何眼下至此？你小祖宗我磕了这么大的石碑，你都没看到，还不给我滚来我这里找打！昨天温温追着2位渡劫大能打，那速度我都看不清，只看到3道流光。我以后绝对不能惹月温温，一巴掌能拍死我。温温，我们现在就下山宣传，就说灵法峰玄明月是纸糊的筑基，连个凡人都打不过。来我们冰立峰碰瓷，自己撞石碑上，滚下山坡，身受重伤。青妙哥哥你好聪明，我们这就去败坏玄明月名声。温温，我们这不叫败坏名声，叫先发制人，我们可没做。玄明月目的不纯，你不知道你直系姐姐在宗门的名声有多臭。这些天和玄之息相处和传闻完全不符，那么努力坚韧的人，到底是怎么传出好吃懒做的名声的？温温听青云哥哥的。江师弟3年不见，竟从炼气巅峰直接晋级筑基中期，不愧是丹灵根，可喜可贺。温温，这是执法峰峰主的大弟子楚立景，筑基巅峰。青妙哥哥，那是什么？闻起来好香。那是烤灵兽瑞的，一串1阶的就要3块下品灵石，我们回家自己做。知悉姐姐今早帮我做了1头猪，我吃完了。知悉姐姐需要很多时间练剑，我不能每天打扰她，但是我可以每天下山，山下真好玩。江清耀，你还是一毛不拔。小奶娃想吃，哥哥请你。我不用，文文有钱。温温，我们不能忘记正事。让一让！你为什么要这样污蔑我们明月师妹？没有，温温没说谎。我听说宗主要给月温温打造小洞天，陈颖剑尊收丹田被毁的玄之息为徒，也没收变异冰灵根的玄明月。该不会是他内心不平衡，所以要诬陷陈颖剑尊的女儿？我就知道江清要出现的地方准没好事，只要不打起来就好。漂亮姐姐们，帅气哥哥们，谢谢你们帮温温说话。今天温温请大家吃好吃的。事情怎么突然就发展成这样了？还好宗主把温温能暴打渡劫的事压下来了。除了昨天那些人，没人知道。可他身上为什么看不到一点灵气变动？只有昨天打2个渡劫的时候才感受到强大灵气。爷爷闭关，哥哥3年前闭关冲击金丹，到现在还没出关。爹娘不在宗门，怕是在躲陈颖剑尊。宗主给月温温修洞天福地已是板上钉钉，2位渡劫老祖，4位化神尊者全部出动，冰树峰如今如日中天，根本惹不起。9大楚峰之首的宗主峰都没有小洞天，元婴晋级化神也只能得到1条灵脉。那洞天要是修好，谁不想去冰立峰？渡劫大能才能进入先祖洞天福地闭关，化神到渡劫，天赋悟性比资源还重要。那个小雪球为何威力如此大？那个月温温不简单，随手一丢的雪球竟然蕴含法则之力，能让吞玉说不简单。他说话的语气可是连渡劫都不放在眼里。算算时间，该去后山了。我要去蹲一只小狗。啊呸！那个死女人到底给我喂了什么丹药？除了2阶妖兽的灵力，我连神兽威压都放不出来。难道你看不出来？确实是5星麒麟幼崽，不如让我吞了。吞掉这只幼崽，我能让你快速晋级金丹。不行，我要将它当契约兽。
潦草小狗，跟我走！青蛋哥哥，我们回去喽！岳温温、江清耀，你们简直欺人太甚！下次一定直接让吞玉吞了，既然抢不到，那就毁掉。早该如此。10几只灵狗的魂魄够吞玉安静几天，我现在才筑基初期，独自去宗外猎杀太危险。低阶妖兽没大用，高阶的我又杀不死，可又不能让人知道我能吞魂，只有邪修才会吞噬魂魄。邪修在人族人人喊杀。该死的小屁孩，竟敢拎堂堂麒麟神兽！敢骂我，找打！我岳温温，小蛟龙、小凤凰照抽！我要这个小屁孩被雷劈！潦草小狗好惨，天道爹爹看你不顺眼劈你，你怎么这么菜？不仅被狗狗欺负，这么点雷电都劈晕了。这就是系统哥哥说的神兽麒麟？也太菜的狗真的能成为知悉姐的搭档吗？要不让知悉姐姐做成烤肉？清阳哥哥说瘦肉都可烤，我还没吃过烤麒麟，不知道什么味道。温温，你大老远跑到灵法峰后山，就是为了找这只狗？它是5行麒麟，不知道为什么要伪装成潦草小狗？难道因为他觉得狗狗更可爱？我觉得就是他伪装的小狗长得过于潦草。这只狗是5行麒麟，上古瑞兽，还是只幼崽毫无战斗力，不像岳温温这只小型幼崽战斗力爆表，该死，我竟然心动了！秦望哥哥，你的气运压不住5行麒麟，强行契约会死在中路。我就想想，有些东西想要得有命拿。这下哪怕大成修士站在他面前，也认不出这是一只麒麟了。真惨，没救了，温温，对不起，要辣你知悉姐姐的眼睛了。大胆竟敢伤麒麟大人！小麒麟，你自己有多菜，心里没个数吗？被一群低阶灵狗欺负的半死不活，差点被心机女人捡了去。我一个筑基期的修士，可以掐死你！死了！我堂堂神兽幼崽要被一个筑基修士掐死了！外面太危险，一次两次都有人要我命。你既然伪装成狗，那就好好当狗，一被发现死路一条。你死了没事，连累我温月宗不行。我在他眼底感受到了浓浓的杀意。得和温温说说，这小麒麟不是自己想伪装的，恐怕是宗门老祖怕人认出他，出手弄成狗样。要让温温再加一层，不能让他说自己是神兽。实在不行，让温温把小麒麟吞了也行。他是小神兽，吞神兽一点毛病不有。现在的修真界，神兽都不受欢迎了吗？前有狗狗妻，后有3岁小孩拎，还被天道劈，现在一个小猪鸡都不要我。我这神兽还不如不当。天命助我，这么快就找到了天命搭档，武灵之体配我这个5行麒麟，绝配！待在小搭档身边，我成长速度会加快，很快修之化神，变身其亮瞎3岁小孩和小猪鸡的眼。你是温月带回来的小宠吗？终于遇到一个正常人，他还是我的天命搭档。总感觉他的叫声带着些委屈。知悉姐姐，我今天下山去了广场，吃了好多没吃过的好东西，还给你带了。温温有多爱吃我是知道的，一头猪都能很快解决，还不会吃撑。他竟然忍着没吃，全带回来了。我吃一个鸡腿就够了，其他的温温自己吃。不行，你太瘦，要多吃点。那个漂亮姐姐还想找我钱，我一听这么多糕点，一枚零食她还给我钱，那她多亏。温温用的是极品零食吗？卖糕点的姑娘是个好的，妹妹是个傻的。姐姐知道温温很有钱，可后准温娘亲留下的零食花完了怎么办？去挖啊！难道你们没石头的时候不是去挖的吗？我不理解不渡山外面的人为啥都用灵石交易，这不就是石头吗？随便找座灵气充裕的山，地下都是挖不就行？不可。宗门里的灵石和灵脉都不能动，有主的灵脉也不能动，那是别人的。灵石掩埋在地土深处，很难开采。温温没有其他品质的灵石，可以去店铺找开。下次下山姐姐带你去，不能随便拿极品灵石。原来是这样，最强的渡劫还在闭关，实力不强，是挖石头困难，难怪一个个都这么穷。你是不是也是神兽？我才不是神兽，我是神。像你这种小神兽这么菜，我有你这么菜吗？我一出生就很厉害的，你长大也打不过我。这世界上怎么会有天生的神？你骗人！
你身上一点灵力变动都没有。安慰的话卡在喉咙里，说他没天赋，他煮的米花算几顷零食；说他有天赋，他不仅炸锅炸厨房。温温，等下次我们试试简单的煮面条。煮肉和菜会变成不明物体，比娘亲炼的丹还难吃，还炸锅。知悉姐姐，我不敢让你教我。上次炒菜要不是爹爹及时发现，知悉姐姐就被我炸死了。知悉姐姐，温温想吃遍天下美食的梦想要泡灭了。温温不是想成为厨神吗？我不是，我就是想吃，找到爹爹，快快乐乐长大。娘亲不在，温温还要长好久才能长1岁。爹爹的梦想是剑道，知悉姐姐的梦想是变强。温温，只要有零食，就能吃遍天下山珍海味。温温以后想吃，尽管把食材拿来，知悉姐姐帮你做。等姐姐筑基，带你去山下酒楼吃大餐。有零食就可以吃很多好吃的吗？嗯，你看，温温今天拿了几块零食，就买了很多喜欢吃的。对哦，爹爹上次抓回来的猪，我吃的可开心了。知悉姐姐，以后我也要去外面搞猪回来。都交给我。那这个也给知悉姐姐，上面的不适合我。我这么厉害，这么特别，一定是别人的方法不适合我。知悉姐姐，这是我给你拎回来的五彩斑斓麒麟，以后它就是你的小伙伴，我帮你打它。温温的话听着像童言童语，可基本都是真的。莫非麒麟小时候长得像狗？哪有毛色五彩斑斓的小狗？养大了可以当温温的坐骑。等它长大不得几百上千上万年，我自己都长大了还要它？又菜口气又大，我还不如去抓一只会飞的，一巴掌拍死。长得还丑，我要去找青龙爹爹，骑在爹爹身上遨游世界。青龙早就陨落，哼，才没有，他可是我爹爹，哼，他陨落我哪里来的？青龙是兽，可也是神，天生的神麒麟只能算瑞兽。温温，你不是娘亲，是先祖，爹爹是我师尊吗？娘亲说我和一般人不一样，一般人只有一个爹爹一个娘亲，我有6个爹爹一个娘亲。是我落后了吗？先祖他……娘亲和爹爹不像知悉姐姐的爹爹是道侣，我现在的任务是找到爹爹们。温温大概率不是自然出生，传闻修真界有种至宝，可用金界生温温，你要不要和师尊说一说？我天天在爹爹耳边说他是我最爱的爹爹，要是爹爹知道我还有5个爹爹，那咋整？那我们还是先不说。切，不说你怎么找？我还想见识一下青龙大人，我肯定能找到的。天道爹爹会帮我。操，这4个加上内卫和月石会以及玄尘影，到底是怎么凑到一起孕育一个崽的？除了玄尘影和月石会和内卫碰到一起，其他两两相遇都想要对方的命。我的脑子不够用了。玄尘影和月石坑2个都是心怀天下苍生的人，怎么会有一个动不动喜欢要人命的娃？感情问题出在这儿。明神明月为神前杀人如麻，以世界生灵之魂祭奠鬼神，差点颠覆了问月宗。后面的一个个和明月一样，都走超级大反派路线，后期才回归正轨。可是老天爷，明神回归正队也是个炼魂人，魔神回归正队还是杀人如麻的魔神。更离谱的是，守护世界的青龙神因为转生体的悲惨经历，跑去当了妖神，还和魔神一起搞事情。这个世界变成了我无法想象的样子。我一点也不想带主人去找他那些爹爹们，真怕主人娘亲的细心教导功亏一篑。以主人的杀伤力，他走大反派路线比那几个人还恐怖。不是归灵界生灵涂炭，是整个归灵界会毁灭。系统哥哥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不说我拉着知悉姐姐睡觉去了。玄之息对玄之息3观正，主人又听他的话，带上他一起不就可以了吗？大长老闭关，只好由我来。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明月，那女子五官长得好像玄之息那个废物，那应该就是姐姐。怎么可能？玄之息那个废物有这么好看？我听说陈颖剑尊的眼睛是他亲爹灵法峰大长老在他10岁那年挖的。什么？挖给了他双胞胎哥哥。难怪陈颖剑尊和亲爹势同陌路。这还不止，还有陈颖剑尊18岁那年。啊！楚离景，你干什么？怎么每次我搞事情都遇到这人？和我不对付吗？怎么情绪这么大？你离我远点！
我起码距离你有半米，更何况我又不是女修。那也不行，每次出门都遇到你，你和我犯冲。那少女竟然就是灵法峰那个传得沸沸扬扬的废物，她明明有炼气8层修为，不是说她丹田被废了吗？这不可能！我光顾着看她的脸，竟没有第一时间注意到她的修为。没有什么不可能的。日曦姐姐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这几天在外面的收获都在储物戒里，高阶妖兽尸体、兽丹、灵草之类，懒得去，好像不仅有个女儿要养，还有个徒弟要养。多谢师尊，多谢温温妹妹。不用谢。哼。陈颖可是第一次收徒，我作为宗主，自然也要表示表示。既然温温已经送了灵剑，那本宗主便送一袋灵石。那本宗主便送点丹药好了。一个小娃娃坐在大殿上方吃花生米，真是没教养。这小孩也不知道哪儿来的，一次两次坏我好事。我记得玄明月前几日穿的就是这个颜色的衣服，他是不是又要打什么坏主意？吞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那小屁孩真是神兽？他的气息比麒麟可强多了，契约麒麟不如契约他。我知道一种上古契约阵法，只要你找到机会。不过你要将那只麒麟弄过来给我。你莫不是骗我？我同你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好。你一剑削平了我冰立峰大半山峰，还差点将刚修好的地宫摧毁。爹爹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今日大早上，我同往常一样在山顶打坐，我的山突然被一道强大力量劈成2半。爹爹，我真的不知道山这么不坚实，我就是想和知悉一起练剑。知悉姐姐每次挥剑都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我使不出。你要是使出吃奶的力气，别想要了。如果不是玄之息早有准备，加上温温使用力量是有自身封印限制，否则我刚收的徒弟恐怕就一命呜呼了。温温，你上次煮饭差点砸死了玄之息，你这次，温温，你要学会控制自己的力量。你知悉姐姐的全力一击还不到主级。那我不和知悉姐姐挥剑，和爹爹一起挥剑。他怕不是嫌命长。本想通过练剑来锻炼温温对力量的掌控，然后教他剑法，现在看来倒是我异想天开，我教不了。小丫头一旦使用灵力，一剑挥出便夹杂强大的法则之力，我这个领悟剑道法则的化神修士，自愧不如。怎么一晚不见，冰立峰绵延数里的山峰全部被烧得平平正正？温温，以后在未掌控自己力量之前，无需练剑。爹爹，那我学什么？煮饭会烧死知悉姐姐，练起徒弟又不准。我去丹峰找醉美人，她说她的丹峰好多灵果，我可以跟着她学炼丹。我身体向来好，不可能生病。莫不是小奶团在想我？温温练什么都炸炉，炼丹恐怕也会。温温，玄叔，不如让温温学学画符，正好我会，可以教他。比起前面几个，画符应该安全很多，就怕普通符纸承受不了温温的力量。试试无妨，总归要找个办法控制力量。我师尊的异火控制的不错，有娘亲的压制，我在娘亲的时间阵法里控了上百年。渡劫老祖都压不住岳温温，那就只能靠他自己了。那还是画符吧，画符好。画符需要对灵力掌控达到一定程度，还不会炸炉。我还没画过符，也没有看别人画过。本来想把那根竹棍子做一支符笔送给知悉姐姐，现在知悉姐姐改学剑了，还要去做灵石，根本没时间画符。我要把新的情报和温温商一说。青芒哥哥一定有事和我说。先试试，本尊看着。温温，手拿着笔，灵气汇聚于手，灌入符笔，引四周五行之力，笔尖沾兽血和所要用到的材料，落笔书写每一个符文。青瑶哥哥，你写的是什么字？我一个都不认识。小龙仔压根没学过符文。秘境麒麟小龙仔。爹爹，我有青龙血脉，我是小龙仔，我超厉害。原来温温是融合了龙血。温温没文化要多看书，不要老想着去炸锅。我有文化，娘亲教我的字我都认识。明明是你在鬼画符，还怪我没文化。温温，不同的职业有不同的特殊文字，就像练气必须学气符文，画符也必须学各种符文，只有用那些特殊符文才能画出各种符箓。可是我上次练气没有刻画气文。温温，
这棍子能不能送我？你上次带温温出去是不是坑了温温零食？这是温温的东西。你刚刚还说我没文化，才不给，还鬼画符骗我。哪有？这是不语符，我现在就展示给你看。我这不过是1阶符箓，要是高阶不语符，能让整个问月宗下大雨。不同的符作用不同，喷火符可以喷火，瞬移符可以瞬移，瞬移符以瞬移，速度符可以增加速度。那我手上要是有厉害的符，岂不是不需要自己动手，随便扔几张就能打败坏人？青王哥哥，你的笔不坚实。为啥子？是你控制不好自己的力量，力量过强，符纸承受不了，瞬间毁了。那就是这纸不好用，你有没有好点的纸？没，我用的是最好的符纸，1块零食才3张，还有我的符笔。岳文文，你，文文，乌木可以用来画6阶以上的符文，你用这个试试。我可只有这1块，1块乌木30块零食。文文，试试。你按照刚刚自己的方法画符，不用管江青茂教的，想画什么便画什么。方才温温随手写的字，我在上面感受到了法则之力。我能感受到看似普通的乌木，实则蕴含着强大力量。玄叔，他青荡哥哥刚刚还说温温没文化，你好像没见过世面。我哪里不惊讶？刚开始是自己圆回去的，后来是看得多习惯了，觉得温温妹妹就是应该这么厉害。温温不仅小嘴不饶人，还记仇，有仇喜欢当场报。第一次见面前脚我甩掉他，后脚被他一锤差点打死。温温，你的符威力已到9阶，要学会控制自己力量，你便从9阶往低阶画，等到能画出1阶力量的各种符箓，必定能完全掌控好自己。世界千千万万修士，谁不是往高处走？从高往低，恐怕只有岳温温一人。我喜欢干这个，能锻炼力量，还能得到厉害的符箓。以后多画点给知悉姐姐和徒子徒孙们。太菜了，出门没法宝，容易死翘翘。青娥哥哥，你来找我干嘛？大事大事！前几日我们不是带走了小狮子狗吗？昨日我潜伏入后山妖兽群，听说我们离开后，那些狗全部被玄明月杀了，还吞噬了他们的魂魄。这玄明月会不会是一个潜伏在宗门内的魔修？吞噬魂魄，玄明月如果是魔修，我父母和爷爷不可能发现不了。昨日收徒大典，他就在现场。宗门那么多大佬的眼皮子底，如果玄明月真有古怪，不可能隐藏得这么好，我想不通。主人，我怀疑是鬼族之人，玄明月应该是鬼族棋子。我爹爹是好人。主人，明月差点灭了整个问月宗，甚至以万天生灵祭奠鬼神。后来要不是玄之息和玄尘影阻止，鬼神真的会成功复活。那场斗争死伤无数。给我建房子，给我领果吃的叔叔伯伯、漂亮姐姐们会死于非命，天道爹爹不管吗？主人，这是种族斗争，鬼族修炼吸收鬼气，也可以吞食魂魄，吞得越多，实力越强。就好比人族也会大范围猎杀妖兽，获取资源。如果都要管，天道也需要按规则办事。历史洪流中，覆灭的种族和文明太多了，我不要问月宗覆灭，我会保护我和爹爹的家，也会保护好明月爹爹。系统哥哥，那我们今晚去找玄明月？去，但你不能乱来，万一他身上有什么厉害的东西，我怕你出事。我才不会出事，再厉害有我身上的7道封印厉害。知悉姐姐，我们今晚去看看玄明月。文文带上我，我想去。江青茂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小龙仔，还有我，你要去干什么？带上我。去看上次想把你拎走的心机女，你不是觉得她人美心善吗？还骂温温。小姑娘不仅救我，还给我丹药，不就是人美心善吗？我看那狗就是她喊过来的，她杀了10几只灵狗，会是个人美心善的。你是不是告诉她你是小麒麟？他信了，想将你抓过去契约。没有，我之前没见过他。我知道玄明月是重生之人，是他抢了原本属于知悉姐姐的东西。本来知悉姐姐应该在3岁时被带回问月宗，15岁筑基，因武灵体天赋展示，成为问月宗天赋最好的天骄，大杀四方。重生，原来是这样，那他岂不是知道很多事情？我们要不要去问问？菜鸡重生回来还是菜鸡，有啥好问的？以前我家里养的菜鸡只能给我下蛋吃。好有道理。不过我和玄之息同境界，玄之息现在还没到阴武灵体，
灵气充沛的话，升级像喝水一样。我灵根95，吸收灵气很快变成水灵体，会不会25岁前金丹？那样我会更香，谁都想咬一口。同为神圣，我为什么一出生就这么菜？小龙仔，是不是你长辈将实力传给你的？我长辈打不过我，他们要联手才能和没被封印的我抗衡。我不信，我就是一诞生就是这么厉害，你爱信不信？那你能不能让我也变厉害？吃吧。我啃到咬痛了。啥一个个都这么菜，我去哪找只厉害又拉风的坐骑？小兔孙醉姐姐，你们来温温家玩吗？温温刚刚的大雨是不是你下的？好像缺了点什么。这狗不是我亲眼看到老祖将小麒麟变成五彩斑斓小狮子狗？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是温温小宠。不是我的，是知悉姐姐的。天杀的小龙仔，每天就知道欺负他受血，他自己不是有吗？他自己的比他的还要贵。用麒麟血绘符，恐怕只有温温了。醉姐姐，这是我画的幸运符，希望它在温温不在你身边的时候替温温保护你。我不想经常给我送灵米和灵果的醉姐姐无缘无故死掉。上回的9品灵气是不是温温炼制的？温温，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炼丹？真的可以吗？当然可以，有什么不可以？醉师妹，剑山的炼器师被炸得粉碎，要不是他跑得快，恐怕他和温温都会被炸死。没事儿，不就是炸炉吗？姐姐我别的不多，就是钱多。给温温在丹峰空置山头备上一个炼丹室，温温如果能炼制1枚9品丹，别说炸炉1次，就算炸3次又如何？谁刚开始炼丹不炸炉？醉姐姐，温温爱你。竟然有人会制止我炸炉。那温温和姐姐去试试炼丹。我不喜欢吃丹药，也不需要。奈何我的徒子徒孙和爹爹哥哥姐姐们一个比一个脆，我是一个自力更生的乖宝宝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芷溪，你师尊呢？师尊出门追杀魔修。我们东域不允许魔修踏足问月宗，身为东周第一宗，自然有维护东域安宁的责任。你去干嘛？我当然是去看温温炼丹。你怕不是嫌命长，本宗主去看着。你要是没事干，正好去帮师叔我处理一下宗事。宗主，你别太过分，我忙得很，我要去找温温有事。宗主，我要修炼，准备筑基。我答应过温温，筑基后带他下山。没想到50年不见，岳宗主真是越混越回去。也不知你是怎么管理这偌大的问月宗。你觉得你跑得了？哪个天撒的守门长老放你进来的？我又不杀人，就想当你契约兽，难道不行吗？都怪自己当初吃瓜没注意吃到铁板上了。多说也无妨，谁让我桃夭看上了你？你看上我哪儿，我改还不行吗？小祖宗，你快来救我！本座就看上你契约兽的位置。连小麒麟都不要，还能看上你这朵桃花？我族有一小孩叫岳文文，你如果能让他答应你当他的契约兽，那本宗主便答应。此话当真？自然，我岳令州什么时候说的话不算数？如今在何处？温温刚出去了，要过一段时间回来。我观你就是不想告诉我。反正这问月宗姓岳的，就你岳家人，本座自己去找。一定是爹爹在想我。温温没吃早饭，正好丹峰食堂有很多零食，姐姐带你去吃。食堂，这里还有食堂。我听知悉姐姐说，食堂专门生产好吃的。那个1盆鸡蛋，还有1大缸汤汤，1盆炒叶子，那盆又大又白的东西，以及那盆长得像鱼的，我全不要了。还有那1桶灵米饭。大娘太少，我有钱。本封主的包厢随便他用。醉姐姐霸气，我喜欢。我不想当娘亲说的小淑女，想当醉姐姐这样的霸气潇洒。以后跟着我混，温温想干嘛就干嘛，想吃啥就吃啥。
又是喜欢醉姐姐的一天。瞎说什么？我看我们封主就是想管陈颖剑尊的孩子，这叫白得一娃。冰立峰哪有我们丹峰好玩？对我们封他人好，丹峰有钱，福利也多，其他封食堂只有白馒头免费。我们丹峰不仅有免费白馒头，还有零米饭炒灵蔬。我第一次遇到这么能吃的人，半个小时小丫头喝完1大缸骨毒汤，吃了1头烤灵乳猪烧灵蔬菜，现在又开始对清蒸鲮鱼下手。问你不撑吗？醉姐姐，原来鱼煮熟这么好吃，下次我也去抓几条回来给知悉姐姐做。醉姐姐，我吃饱了，等下我回家可以再去买只小猪和条鱼带给知悉姐姐吃吗？知悉姐姐每天练剑那么辛苦，生怕知悉姐姐会饿死。当然可以，我这里有助消化的丹药，你吃一枚。我有点担心这丫头撑的，可给她检查身体又没什么事。不用，离霜姐姐，我们快去炼丹吧。想到岳温温炸炉的威力，我还是把她带到承受岳温温的力量。离霜姐姐，我煮饭炸锅，但是我的锅没有被炸烂，不如我用我的锅炼丹。这是要炒菜还是炼丹？也不知郭封主是怎么教温温的。不如你先看看我如何灵气。炼丹之前，首先要处理所需要的灵材，在温炉用灵火预热丹炉。不同的丹药放置灵草顺序不同，最难的一步是炼制过程中不断打入丹诀。我现在炼的是最简单的补气丹，可以让修士在灵气耗尽时快速补充灵气。我总结一下，就是把不同的灵草扔进炉子里，用灵力淬炼，然后用大火一边煮一边打诀。丹诀我不会，我只会法则。这两个看起来似乎差不多的样子，一定没什么问题。根据时间依次放入丹炉淬炼，一炉丹每次3株灵草足矣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怎么感觉温温现在既期待又兴奋？离霜姐姐，我感觉我就要成功了。离霜姐姐，温温先尝尝看我自己炼的东西能不能吃。上次我炒的菜，知悉姐姐吃了一小口，病了好几天，丹药对她都不管用。温温生啃灵鱼骨一点事都没有，这莫不是毒丹？可我嗅到的分明是补气丹的味道。温温，你炼的补气丹虽然形状怪异很丑，但是很有用，并无毒。太难吃了，比爹爹煮的饭还要难吃。害得我今日吃的美食全部吐了出来，以后我再也不吃丹药了。我还以为自己炼的丹药会不一样，还不如娘亲炼的。小团团，姐姐带你吃好吃的。离霜姐姐，这里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好吃？自然，这可是我的心头好。温温也想喝。走，温温，你乖乖在这里待着，饿了旁边还有点心，只能喝这一小壶，不可贪杯。我去便回。离霜姐姐，你放心，我是乖宝宝，不会乱跑。主人，你要干嘛？我嗅到酒香，好浓郁的酒香。你是狗鼻子吗？你不是小龙仔吗？好喝，好好喝！我从来没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，以后温温要天天喝。也不知道醉离霜能不能找到主人。师尊，陈颖剑尊今日不在家，弟子将他徒弟玄之息带了过来。拜见醉封主，不知温温离开您视线最后一件事是干嘛？和本封主一起喝酒。我离开不到1刻钟，整个丹峰都找不到温温人影，乖乖巧巧也没被他爹带走，宗门其他封也不在，能去哪儿？醉师妹，
文文才多大，你竟然带她喝酒？温温是不是很喜欢酒的味道？她会不会跑到您的酒窖呢？不可能，我酒窖布置了重重阵法，哪怕是嗅灵鼠也嗅不到里面灵酒的香气。那是温温，是你小祖宗，阵法对温温根本没用。想到小祖宗的食量，我的心在滴血。老娘的酒！月温温，你给老娘滚出来！主人，主人！毫无反应，也感知不到精神波动。若不是还有呼吸，我都以为主人翘辫子了。大酒缸是8品盘龙灵桃酒，50年来每年都会酿些封存，该不会小奶全喝醉后掉进去了？月温温，亏老娘还担心你，相信你是个乖宝宝，你给老娘死起来！月温温，老娘的酒你竟然忍心一滴都不给老娘留，气煞我也！以后再请你喝酒，我就是狗！上辈子欠你的，老娘我是缺钱的人吗？一般小孩都不喜欢入口的辛辣味儿，让你偷喝老娘辛辛苦苦酿的酒，知道给知悉姐姐带吃的，竟然不给你离霜姐姐留点酒，好得很。温温，姐姐今天给你做了你爱吃的红烧肉。这我也没办法。我改变主意了，这小孩便是你的族人，看起来挺好玩的。他自己不行，你们是唤不醒的。前辈，今日温温打搅了，我现在便带他走。小家伙还真沉，还好我能修炼身体恢复了些许，又经常练剑，力气比以前大很多。醉师妹，温温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，以后还是少带温温喝酒。我要是说出温温将我所酿的酒全部喝了，还只是沉睡，傻子都会怀疑温温身体有问题。赶紧走吧，以后不要让小奶团来我丹峰，来一次我的酒就全没了。8品灵酒难以酿制，有钱也难买。我得找个隐蔽地方放酒。我打算闭关筑基，等出来要出去历练，希望温温能醒来。西西，小龙仔睡了3个月还没醒，他是猪吗？这么能睡？温温是小龙仔，睡个几10年都正常。温温说过要去找爹爹，可他这样一直睡着，我也不知道温温爹爹在哪儿。就算知道，我一个小筑基也毫无办法。滚回天剑山。轩哥，你真是一如既往的心狠手辣，一点都不通人情。怎么每次我离开天剑山，你都能找到我？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想法？轩哥，你这双眼睛可真好看，什么风吹到你身上，让你拿回了自己眼睛？以前我看不见，所有东西在眼里是灰色，自然不会在意赫连觉的状。这孩子就像从难民营里走出来，满脸血污，衣衫褴褛。哦，那我也跟着你去问月宗如何？不行，自己滚回去，还是我拎你回去？玄哥，我胸口疼，你拎我回去吧，被玄哥拎着也不错。不死之身不会自己用灵力赌一下吗？但我还是最初那个啥都不知道的玄尘影。玄哥，你就不能温柔点吗？为什么天道想杀我？我想不通。是不是你给玄之息带去霉运的？这雷劫的威力怎么可能是筑基？简直比金丹还恐怖！哪里是让玄之息渡劫，分明是要他的命！你不要换我，我给思思一个祝福。狗屁的祝福！上次你诅咒温温，自己被雷劈晕。岳温温是意外，要不就是现在的天道有问题。多谢奇瑞，西西小心，恐怕是有人想针对你。我怎么听到天道爹爹在喊我？天道爹爹好久没喊我了，自从离开不渡山就再也没喊过。主人，上面有人想杀玄之息。原来天道爹爹沉睡了。天道爹爹可能是因为修补神界太累，他才刚休息就有人搞事情，该打。主人，你怎么知道天道在干嘛？我在不渡山的时候经常和天道爹爹聊天。你就那么确定和你聊天的一定是天道？肯定是的，我身上有天道的本源力量，能感受得到。哪个狗东西竟然敢欺负我知悉姐姐！等我回家打死你，将你放在油锅里炸，炸得香喷喷，嗷呜一口吃掉！你个天杀的胡作非为的小贼，给我等着我！温温，你刚刚在骂谁？我也不知道是谁，等回去问问娘亲。山脚被雷电劈出地裂，筑基雷劫的威力不可能这么强，难道是知悉挡住其他人的路？那人借雷劫要在知悉未成长前将他抹杀。哇哇哇！恭喜知悉姐姐筑基成功，可以带我下山玩。哎呦，小祖宗睡了半年，终于醒了。什么？睡了半年？人造福地已经修好了，你看那边郁郁浓浓的山头，还有那边有一个大湖，我还放了几条灵鱼在里面养着。小龙仔比我长得还慢，100年1岁。你长得比我快，还是小菜狗一只。那按照我们人族时间算，温温已经活了300年。我以为温温是师尊和老祖宗的孩子，就算有龙族血脉，应该也和我一样1年1岁啊。什么时候融合龙血，还必须像龙族一样生长？一定是老祖宗拥有龙族血脉，
到温温这一代最浓郁。没有，之前娘亲会在我睡觉时给我周围使用时间加速，让我在2年时间破壳，3年时间长到3岁。没有娘亲的法术，我要好久好久才能长得和制药姐姐一样。温温当小孩子开心吗？嗨，特别开心，我可以不讲道理。对，小孩子快快乐乐就好。知悉姐姐，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去外面玩？你知悉姐姐刚晋级筑基，需要历练一番，温温可不能随意插手。我和知悉姐姐去见世面。明日我们就出发。耶！还有我也去。你不行，你太菜。我是私系契约兽，怎么就不行？什么时候的事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本命之气，同生共气，你生无生，你存无存。气煞麒麟也！我堂堂纯种瑞兽，老是被一只杂种龙欺负。哼！你这么菜，还贪玩？要是不小心死了，我知悉姐姐也要跟着你一起死。你这只狗东西竟然打我知悉姐姐的主意！没我知悉姐姐厉害，我不会放你出来的。这莫非就是龙仔的本命空间？我的本命空间可怜兮兮的，别说灵石的，别说连空气都没有，只有一柄如意，同为神兽，这差距也太大了！呜呜，苍天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我堂堂世界仅此一只都是5行麒麟，转生本命空间连空气都没有。菜狗，你在里面好好修炼，等变厉害了我再放你出去，里面的石头随便你吃。小龙仔你真大方，谁让你这么菜？看在你这么大方的份上，我就不跟你计较，喊我小菜狗。你这空间灵气浓郁，为什么只有几株小树苗，其他地方荒芜一片？被我啃了，然后它们就不长了。以前还有鲜果来着，漫山遍野都是，现在只有树根。特么想骂人！嗷呜，小龙仔交给我，我帮你种出来，到时候结的果子咱们2个平分。那真是太好了，知悉姐姐，小狮子被我送去秘密基地修炼了，我现在去离霜姐姐的丹峰多买点吃的，我们在路上吃。温温，你半年前喝光了醉风煮的酒，她生气了，咱们得想个办法弥补。等下我们去山下看看能不能买到好酒。我有给离霜姐姐零食的，留了好多零食给离霜姐姐。爹爹，这是给温温摘的果子吗？我去北周送赫连爵回天剑山，一路上碰到的灵果全部薅光了，干脆只薅灵果，等下次果子成熟再去摘。温温超爱爹爹，以后不可随便亲人。爹爹娘亲说家人之间的亲亲是最亲密的问好。矜持，没想到老祖宗竟然是这么教孩子的。我才不要当矜持的小淑女。知悉姐姐说我是自由的，我要当星星。我喜欢什么就要表达出来，就像山间自由的风，想吹到哪里就去哪里。谢谢爹爹的灵果，我超级喜欢。温温知道爹爹穷，以后我养爹爹。我竟然沦落到要3岁多女儿养，养就养吧，互相养。南域气候宜人，灵果种类多且丰富。我的女儿确实不需要当温柔的小少女，所以她自己就是。只是，师尊，明日我出宗历练，便先去准备准备。本尊看起来很吓人。没有，师尊，就是对强者的敬畏。温温还不够强吗？我该说啥？无需敬畏，只需尊重。以后你也会成为强者。出门历练，无论身处何地，遇到何人，不可掉以轻心。温温只会暴力，没有你心思细腻。本尊不需要你一定拿第一，至少不要让本尊失望。要为自己证明。知悉起步太低，哪怕天赋高，剑法非短短3年能练成。宗门大比，必定有很多弟子将修为卡在筑基巅峰，不进金丹。魔修钻进东域，温温的安危，本尊倒不担心。倒是你，玉牌封存本尊3道剑气，能重伤元婴。如你真遇到生命危险，本尊会第一时间前来。打不过，逃命并不丢人。我没想到一向冰冷的师尊，竟然和我说这么多，不仅给玉牌，甚至在我身上留下神识。如果我真的出事，师尊也会神识受损，严重的话还可能修为倒退。我爹爹爷爷疼爱玄明月，可玄明月身上只有法宝，并未留下神识。师尊和温温的恩情，我这辈子恐怕都还不清了。本尊既已收你为徒，只希望你成长为你当初所说的强者。我所想要的，必自取。定不负师尊所期。明月少主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吗？
我听说精灵族在18岁之前是没有性别的，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不如今日我们几个看看。别说，少主这张脸，整个贵族无人能及。直系姐姐这里卖的灵酒，没有离霜姐姐的酒好喝。温温最前辈是8品灵酒师，他酿的酒有钱也很难买到。灵酒所需灵材难寻，8品灵酒需要8品灵植，每一坛酒至少要仿账3年。有钱也买不到，酿出来还要放3年。我长了这么久，把离霜姐姐的酒喝光光，离霜姐姐会不会不喜欢我了？知悉姐姐，你会不会酿酒？酿灵酒需要灵酒方子。系统哥哥，你有没有灵酒方子？抱歉，主人，我没有灵酒方子。可离霜姐姐去，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不挑食的乖宝宝。知悉姐姐，等下你先回家，我去哄哄离霜姐姐。温温先换点下品、中品、上品灵石吧。明日我们离开宗门，用极品灵石容易被人盯上。你要是想买小零嘴，有些摊主没有零钱找给温温，那都给他。温温外面不像宗门，没有实力背景的小摊头，收到极品灵石很可能会被坏人夺了去。我听知悉姐姐的。这金灿灿亮瞎眼的招牌是谁的杰作？角落还有我问宗的标志。金灿灿大哥哥，你为什么要挡着温温的路？哈哈哈哈！我果然够出名，小温温也认得我。我就是觉得这位大哥哥太过于亮眼，给他起了个外号而已。修士的直觉告诉我，岳温温根本不认识金灿灿。论在问岳宗的个人名气，恐怕无人能及这只小奶团。半年前，宗主为他修人造洞天，老祖亲自上场，又因偷喝丹峰封主的酒醉倒酒窖，害得封主带弟子翻遍问岳宗。只是半年不见，他怎么一点都没长。小温温旁边这位可是玄之息美人，今日怎么没看到青妙美人？青妙哥哥外出历练，你要去陪他吗？虽然青妙哥哥喜欢喊我小胖子，他好菜，可我也不想他死翘翘。将青妙赶出门，必定做好10足万臂，说不定他站在温温你面前，你也认不出他。欢迎光临。2位仙子，本店各种灵符、灵丹、灵器应有尽有，还有阵盘。丹药我不吃，阵法我不需要，符我会画，这些灵器太低级，我一捏就碎。知悉姐姐，那个面具好看。这个面具本小姐要了。自从姐姐进了冰立峰，便再也未曾见到姐姐。爹娘一直挂念着姐姐。姐姐在冰立峰可一切安好。这位如花大姐姐，你的鼻孔好大，温温一抬头只能看到你的大鼻孔。还有这位可怜巴巴大姐姐，你们灵法峰玄家如此想念我知悉姐姐，为啥要置她于死地？你为什么又要设计弄碎知悉姐姐的丹田？是怕知悉姐姐修炼到筑基银武灵体，天赋斩路挡你的路吗？别以为你是心机女，我就不打你！不要来我面前，阿爷一巴掌拍死你！费灵根一辈子筑基都难，玄之息还不到17，不会吧？我们宗门继黄血姐后，又出了一个绝世天才，和武灵体一比。他竟然已经筑基，难道这就是灵体吗？修炼速度怎么如此快？前世玄之息可没有这么快。温温妹妹，你爹娘没有告诉你，随便诬陷人是不对的。我才没有诬陷你，就是你设计害的我知悉姐姐废了丹田。我要是诬陷你，就天打雷劈；要是没有诬陷你，你就天打雷劈。果然是小孩子，上次他受伤，必定是头上戴的神器在保护他。等着，很快神器就是我的。青兽哥哥说的对，你就是心机女，不仅喜欢诬陷知姐姐，还害得她丹田破裂，你就是个大坏蛋。我可没。你是不是想假装晕倒？明明喜欢撒谎，还喜欢装模作样。你就是一个坏孩子，还不承认！你这个小屁孩，我看你是和玄之息待久了，不明是非，分明是玄之息多次想置明月于死地。我玄之息8岁那年被带回宗门，愿以心魔对天道起誓，这8年来，如果有一次陷害玄明月，天打雷劈，至亲死绝。从我进入宗门开始，你就没有算计过我吗？半年前分明是你自己撞向妖兽，却污蔑于我。如果不是温桃和师尊所救，我早就被你们冻死在小寒洞。我知悉姐姐没有说谎，天道爹爹不会劈他的。你快说，不说我今天不准你走。我哪里敢发，可被这么多人盯着我。哥哥，明月，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？是不是玄之息又欺负你？我没有。今日本座看了一场大戏。小友一来便将莫须有罪名安在亲妹妹身上，活了几千年，还没见过亲哥哥上赶着处罚妹妹。这位前辈，我妹妹我自是比您了解。哦，刚刚玄之息已经发誓8年来如有一次陷害玄明月，天打雷劈，全家死绝。是不是应该轮到这位黑煤炭仙子？
这分明是咒我和爹娘去死。他是渡劫，小心点儿。如果想杀你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刚刚我发现那个小奶团身上有天道之力，他说不定是天道的化身。你现在没死，说明他不会杀你。天道竟然化为人形，不管什么原因，都是我的机会。现在，天道怎么会？我玄明月发誓，如有陷害玄之息，必定修为止步筑基，天打雷劈。纯玉。你明日带人去灵法峰找玄明月，我灵宝阁的屋顶还有被天雷破坏的宝物，共计3亿上品灵石，3日内归还于财务峰。是，阁主。温温，以后想要什么东西，可以直接在灵宝阁拿。灵宝阁遍布整个东周，这块令牌温温拿着。普通弟子不知道阁主真实身份，可我知道他是问月宗的渡劫老祖，今日竟将阁主令赠予月温温。要说他只有玄尘影女儿这个身份，我打死都不信。你的令牌真好看，不过温温不吃丹药，不用阵法，自己会画符，这些灵气也是一捏就碎。你要是有好吃的，可以给我。是我考虑不周，可我们问月宗并没有餐饮类行业。不过我们和隔壁除神派关系很好，温温拿着令牌去饕餮楼吃东西。可是我不缺钱钱，倒是宗门的弟子们都很穷，这个我不要。叔叔，你给我的小徒孙们多发点小钱钱就好。给你吧，这条小蛇又粗又胖，生崽子又多又快。小徒孙们，这位前辈很明显认识月温温，莫非他是宗门隐藏的老祖宗转世？听说3000年前温月宗还有位大成老祖，后来葬身无望之海。小祖宗，您别叨了，师兄要是知道我们这些徒子徒孙老从您身上拿东西，还不得打死我？您的东西自己留着，我们宗门有钱。灵脉之灵就相当于一条灵脉9阶，放进毫无灵气的大山，只需1夜便会变成灵气充沛的灵山，足够大量开采上千年。祖宗，我真的不穷，宗门更不穷。你穷，宗门更穷。我的徒子徒孙们有的连法衣都穿不起。你看我知悉姐姐刚去冰立峰，瘦到皮包骨头，肯定是没钱吃饭。亲望哥哥每天都想赚我的钱钱，也很穷。小祖宗，问月宗弟子月历是所有宗门最高的，杂役弟子每月10块下品灵石，其他宗门杂役弟子只能拿3块，外门弟子每月100块下品，筑基弟子每月100块中品，长老亲传弟子足足100块上品灵石，金丹每月上千枚上品，这只是月历，还有丹药补贴。像我知悉姐姐那样的亲传才100块上品灵石，买一头烤小猪就没了，我一天能吃10只烤小猪。我要是没钱，只是问月宗的弟子，我会饿死在宗。正常人谁一天吃10只烤灵乳猪，4阶烤灵乳猪，金丹真人一天也无法炼化，让我去吃也吃不饱。祖宗莫不饕餮转世。归云大徒孙，你不能让小徒孙们吃不上饭。好，拿着。你们太穷了，你祖宗我有钱，以后养你们。问月宗传承1万年，也才一条9阶灵脉，那条还因早年开采过度，1000年未使用。当然是越多越好。心要碎了，这一巴掌要是拍在我身上，我会不会骨头碎掉？小徒孙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觉得我有过的地方就是大门结实。以前在不渡山家里的东西，我从来没有损坏过。小祖宗，灵脉徒孙收下，必定努力提高宗门弟子阅历。灵宝阁的令牌您定要拿好，不能给别人，要不然您的灵脉我也不要。这怎么行？你不提高阅历，我知悉姐姐太穷。是，我今日回去立刻下达命令，明日就出台宗门新政策，还能将你知悉姐姐特殊对待，多给点。我想换点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灵石。明天我要和知悉姐姐出去，她说有时候买东西用其他灵石更方便。小祖宗不用您给，以后想要什么品质的灵石或天材地宝，直接到灵宝阁拿。主人，你扔进空间，很快会被你空间灵气浸染，下品灵石也会变成极品灵石。小祖宗的手不是。峰主月温温来了，您要不要？赶紧的，把我新酿的酒收起来，让弟子们带上灵石点心去投喂温温。谢谢漂亮姐姐。好，姐姐给的桂花灵枣糕真好吃。丹峰的哥哥姐姐们真热情，我喜欢。丽霜姐姐，温温来看你啦！我带了好喝的酒，还有好吃的零食，和你一起分享。这小奶团长记性了，竟然还记得给我带吃的，就像他吃鱼不吐骨头一样。这小祖宗到底是什么级别的生物？胃口真牛，也不怕噎着。
温温，吃栗子吐壳更好吃。离霜姐姐，这是知悉姐姐炒的糖炒栗子，给你吃。我不吃，此生唯爱酒。不是说给我带了酒吗？拿来尝尝。离霜姐姐，我的酒可香了。温温，这酒是你自己酿的吗？要是温温酿的，我可不敢。温温炒的菜差点毒死他。除了灵米，他搞的东西一切随机。不是温温酿的，是我今天在外面花了大价钱买的，但是。这力量蕴含木气本源仙气，哪怕只是一丝，我元婴巅峰也压不住。只有天界才有仙气，但是我加了点东西。加了什么？卖酒的叔叔说酿桃花酒要加桃花，我买的酒没有离霜姐姐酿的香，我就加了一株仙桃小苗苗。我好像又闯祸了，离霜姐姐的情况是不是和知悉姐姐一样？我好不容易让一株仙桃发芽，小苗苗刚出生就被月温温拔了。我总算知道这么好的地果树为什么蜷缩在地深处，就是怕月温温祸害。我得想个办法，不然在它空间种一辈子地，也种不出一棵能结仙桃的树。能不能把老祖喊过来？必须有人帮忙，不然这一丝仙气能让我爆体而亡。还好只是小苗苗只喝了一口，但凡加了一个仙桃，当场就没命了。主人，你空间带有仙气的东西不能随便给人吃，他们的身体承受不住仙气。小麒麟吃了，它是神兽，终归不一样，吃了蕴含仙气的东西更容易晋级。小离霜，这是归云小徒孙，离霜姐姐喝了温温的一口酒，我在酒里加了一株仙桃苗苗，难道酒里有毒？崔师妹，你将这珠子契约，将力量存于噬灵珠中，本座助你一臂之力尝试炼化。说不定能有大机遇。如果炼化不了，恐怕会一直遭大罪。多谢归云老祖，一丝仙气，我定能炼化成功。云深，为师要闭关，这段时间丹峰事务你全权负责。是，师尊。这小家伙来了丹峰2次，丹峰2次不得安宁。离霜姐姐，我明天和芝姐姐出门，回来给你带酒喝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酿。要是可以，温温多带点灵果和灵植回来，姐姐给你酿酒，再喝月温温送的酒。我就是狗，嫌命长才喝她送的酒。原来酒都是灵果和灵草酿的，早知道空间里的灵果树和灵草，我就不啃了。你每次来丹峰定有不好的事发生。才不是，离霜姐姐不会有事的。温温回家了。我知悉姐姐来接我。这个酒你不能喝，你比离霜姐姐还弱，喝了肯定会死翘翘。我可不想要你的酒，拿着你的酒赶紧走。哼，我还不想给你喝，只给离霜姐姐。知悉姐姐，灵米也可以放锅里炒吗？当然，我今晚做点小灵味，到时候给温温下山时吃。在野外危险的地方，可能很长准时间不能生米，可以备不时之需。此刻我心里眼里只有香香脆脆的炒灵米。自从进了冰立峰，我每天活得很充实。本长老不过受阁主命令来找债主玄明月收钱，与你灵法峰没有干系。灵气损坏1品到3品分别50件、20件、8件，4品1件，灵丹若干。最贵的是灵宝阁屋顶多层防御阵法，材料是7柄3000年金铜紫灵木，哪怕元婴雷劫都能抵抗。玄明月莫不是如温温丫头所说，谎话太多遭天谴？天道跨过2楼贵宾，直击他头顶。3亿上品灵石，还是看在他是问月宗天才弟子便宜算的。姐姐，分明是月温温，她可能是……我错了，不要杀我！蠢货，天道就算不能随意杀人，降下天罚，可以让你魂飞魄散。因为什么？本座可是要多强才能和天道抗衡？飞升吗？若弄到该这种地步，还不是因为问的你就闭嘴！明月，你怎么了？可是身体不舒服。我已经问清楚了，这事分明是那个小屁孩的错，钱也该明月还。本长老再次声明，灵宝阁只是来问玄明月个人要债。他方才没钱，本长老说了，他会炼丹，用炼丹偿还也可。你们灵法峰在这逼逼奈奈，我虽是金丹巅峰，但你们不放人，阁主亲自出手，就不是3亿灵石这么简单。3亿上品灵石，灵法峰倒不至于还不起，可这事……希望长老给明月1个月时间，必定将3亿灵石送于灵宝阁。小丫头，你这点把戏，顶多骗骗眼瞎心瞎之人。3亿上品灵石是你归还的债务，宽限你3日，3日不回，本长老会派人将你带走。赵叔，您为何阻止我说话？就算赔，
那也该和那个讨人厌的小屁孩平分。灵宝阁阁主亲自来，你爷爷站在这里也要给他点头含腰，他是渡劫老祖。什么？那我今天岂不是得罪了老祖？老祖怎么会和那个小屁孩关系那么好？哥哥，你刚出关，不清楚。宗主为了月温温在冰立峰人造洞天福地，当初2位老祖全部现身。之前不明白月温温为何受宗主青睐，现在看来，他们分明知道月温温可能是天道化身。不过那又怎样？我背后也有人。吞玉，你真有办法对付月温温？哼哼哼，你敢质疑我？我们是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你今日不经我同意害我发下誓言，到时候我飞升怎么过关？不过是飞升天界，又不是只有天道一条路。明月，你身上还有多少灵石？咱们先把钱凑过去，不然老祖亲自前来我们。3亿上品灵石卖了我都没有，只能先借钱。都怪月温温，等着，这次下山必定让你和玄之息有去无回。